这周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回顾好莱坞电影史上几部经典的、具有史诗味道的电影。我们说的这种经典电影呢，不是大家疯狂的跑到电影院去看啊，觉得哎呦这个电影好啊，特技效果多好啊，演员多漂亮啊，不是那个意义上。任何一部经典的大片呢，都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它能够让你在看完这部片子之后啊，会产生长久的沉思，而且它会让不同层次、不同文化水准、不同经历、不同年龄的人在看完这个片子都会产生一些对人生的思索乃至不同的理解。只有这样的片子才配得上我们说的经典大片。每当我生活当中感到有一些微小不如意的时候，我就会习惯把这部片子拿出来放在家里的 DVD 机上看一遍。但其实导演在这个片子里注入了大量的心血和大智慧，它体现的是人生，是自由，是理想，是奋斗，是体制化的阴影，是这个社会前进过程当中你无法摆脱的一些悲哀的东西。所以我说这部片子它的理想主义色彩，它的现实主义色彩都远远超出了我们平常认知的好莱坞大片的概念。它也是现在为止在世界范围之内得到这个电影迷推崇最多的影片之一。比方说美国欧洲都有不少人参与评比本世纪最伟大的片子，《肖申克救赎》和这个《教父》这两部片子长期以来在20世纪最伟大电影的排行榜上，你当回第一，我当回第一，换着来。你等要更小众一点的，比方我们说这个知识分子这个阶层他推崇的电影来说，《肖申克救赎》长期是排第一的。可是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这么伟大的一部片子，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居然得不上奥斯卡奖。这部片子是1994年参与奥斯卡评奖，得的提名倒多，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什么最佳编剧最佳剪辑获7项大奖的提名，但一个奖都没拿回来。输给谁了呢？《阿甘正传》，主要输给了《阿甘正传》。咱们不否认《阿甘正传》也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但是我个人认为呢，《阿甘正传》还没有达到《肖申克救赎》这么完美圆融的高度。可是说你没达到这高，他怎么就败给《阿甘正传》了呢？现在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呢，《肖申克救赎》几乎全面超越了《阿甘正传》。在各种各样的排行榜上，《阿甘正传》已经达不到《肖申克救赎》这种高度了。可是为什么当初奥斯卡奖颁给了《阿甘正传》，没有给《肖申克救赎》呢？首先一个呢，《阿甘正传》呢体现的是什么呢？一个像阿甘这样的智障人士，一个傻子，经过不懈的奋斗努力，也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是什么？美国梦，美国精神，美国的主旋律。而这个《肖申克救赎》里面呢，虽然最后结尾是一个光明的结尾，越狱成功了，和老友团聚了，可是这个过程充满着黑暗和压抑。不要以为美国就没有主旋律，人家同样有主旋律，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都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这两部片子的比较呢，明显《阿甘正传》更加阳光，所以这是他占上风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呢，奥斯卡奖的评选呢比较认大导演、大牌明星，因为他要体现商业化的东西。那么在这两点上比较呢，扮演这个安迪这个蒂姆·罗宾斯跟汤姆·汉克斯当时还算小字辈儿，而《肖申克救赎》的导演弗兰克呢，这是他导演的处女作。一般奥斯卡奖不会颁给一个第一次执导的大导演，这也是以往的一种规律。第三一点呢，从题材上来讲，《阿甘正传》占点便宜，因为阿甘是个智障人士，是个残疾人。有人开过一句玩笑，说奥斯卡呀容易得，你只要是影片跟傻子有关就得奖。你看《飞越疯人院》，你看达斯汀·霍夫曼的《雨人》，说这些片子都跟残疾人、智障人士有关，就容易获奖。
这也是因为人们普遍呢对这样的这个影片的题材有一种同情心，所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也是好莱坞奥斯卡评选的历来的一些规律，或明或暗的规则，使《肖申克救赎》当年败给了《阿甘正传》。他当年的票房也不如《阿甘正传》，可是后来大家发现，这个电影适合一个人看，不适合一大帮人在电影院看。它本身就是高度反集体化的，反对体制的同化的。只有个人用自己的心灵默默地跟电影的演员、导演进行交流的时候，你才能获得这种精神上的共鸣，才能获得一种如水一样清晰，什么事他都熟悉。他用他的眼睛来看安迪这个监狱里的新人，那么这个视觉呢，就会极大的拉近观众和电影里人物的距离，就是你看着不陌生，而且这里夹杂着大量的旁白，这个旁白都是以瑞德的角度出发的，以第三人称方式静静的在叙述这个过程，一点都不着急。我们还有很多电影节奏很快，你有点跟不上，这个电影不会，它的节奏相对比较缓慢，一下子使片子进入一个你既感到新奇，但又不觉得突兀，能很快接受的这样过程。它跟它的节奏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种设计方式呢，也在好多电影里我们看到过，但都没有达到《肖申克救赎》运用的这么圆融的高度。那么这个片子里的故事情节开展，同样一环扣一环，你别看它慢，每一环都能抓得住呢。监狱里边的种种黑暗，包括安迪为了反抗这黑暗，知道安迪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他一定能够获得光明和自由。那么接下来的节奏就是他不断的向光明靠拢，又不断的被黑暗打断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我们每个人为之揪心的过程。而这里边呢，有几处呢，我们可以说堪称鬼斧神工之笔。你比方说，在这里边待了50年的老布克要出狱了，让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一定会限制你的一部分自由。而这个体制呢，它同时为了维护自身本身，会有各种各样的奖惩条例，这些奖惩条例会极大的维护体制。就像我们每个人上班，你都觉得哎呀，这单位挺没意思的。你开始你觉得我叛逆，这太没劲了，一天朝9晚5的。可时间长了，你习惯了，到最后让你说给你个机会，你出去闯去吧，你不敢了，你害怕了，你发现这个体制你离不开了，这种消失是对每个人这种最大的束缚。任何世界上一种优越发达的体制都免不了对你会产生束缚。而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见到第二部电影能像《肖申克救赎》这样能够清晰的把这一块解释出来。我想这是片子里边最核心的。当然，所谓对自由的向往，对黑暗的反抗，只是为了突出这个体制化本身的这种无可抗拒。你比方说对这个自由的向往，这里边呢，安迪呢锲而不舍的给周议会写信，就当时我说这一幕，就我看的时候完全被这个画面震撼。我就在想，我就是这个监狱里头的一个人，我所生活在周围的圈子当中，就有桎梏着我，让我无法高飞的好多的东西。我其实也在精神上的监狱、心灵的监狱当中。那我也应该拥有听费加罗的婚礼，短暂、高亢、嘹亮、激昂、优美、直上云霄歌声，这象征着我的心灵跟这个世界、跟这个精神无限的接轨。我也渴望高飞。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心灵上的这种东西，而不应该整天的消沉在物质世界当中。何况这里边的犯人，他们的物质世界是怎样的一种世界？所以这一幕看得我特别震撼，这是《肖申克救赎》里最令人震撼的一幕。那么当这一幕过后，整个片子急转直下，无穷无尽的黑暗和恶势力在吞噬安迪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那么接下来，那个可爱的小年轻汤米进来了，他知道当初安迪这个案子一些漏洞不是他杀的，加快了越狱的步伐。他利用给这个监狱长管账的过程当中，设置了很多
自己假设我出去之后我该怎么办，我把这些钱洗净了，这都是我的，这是我该得的。后来我们看他越狱那一幕极富传奇色彩啊，把灵魂交给上帝，把身体交给我，欢迎来到肖申克。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人，经常拿着圣经说每个人都要有救赎之道，结果最后他找到了安迪留的这本圣经，打来抓他的时候开枪自杀，他自杀了，那个狱警长被带走了。就整个这剧到这儿看呢，有一个相对恶有恶报的这样一个结尾。那么当然我们说前面那一幕震撼，更为震撼的高潮出现在安迪从那个隧道里爬出来，在下水道里出来，正赶上下不多人看的导演电影，就是这个时候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冲破任何一种牢笼束缚的安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平常有没有这时候？有，可能你处在不幸的婚姻当中，可能你处在一种失败的挫折当中，可能你处在一种呢人际关系就像牢笼一样束缚你的过程。那么当有一天你冲破这些，获得了自由，不再有人控制你，不再有压抑感的时候，你的心情也一定就像这安迪一样。那么这个片子没有结束的呢，留下意味深长的东西呢，是监狱里边的人还要活。这个瑞德他在里边待了40年了，很搞笑的是这40年间他不断请求假释，没人同意他，最后他一来气破口大骂这些人，居然获得了假释。这是对美国政府这种司法制度一个很绝妙的讽刺。最后呢，他也像老布克一样无法适应外边社会，几乎也要在这上吊了。但这时候他心里还有一线希望，就是他感受到了安迪传递给他的勇气。他突然想到安迪还告诉他有件事，好，我把这事做完我再死也不迟。结果发现安迪在召唤他，拿到这个纸条，拿到这些钱，来到边境去找安迪。本来片子最后的结尾，导演硬给安上一个在海边波光粼粼的啊，这剔透的不得了的美好的不得了的海滩，完了瑞德一步一步向安迪走来，两个人微笑了。当时导演制作这个时候很来气，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把这个场景设计的特朦胧啊，特幻影，表示抗议。可没想到这个结尾出来呢，绝大多数观众喜欢。今天我们要说这个国际知名的特工组织，是基本上妇孺皆知的可戈勃。可戈勃的全称呢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它的历史呢，包括它的前身是从1917年开始到1991年前苏联解体这段时间为止，总共长达74年。可戈勃呢可以算得上飞升世界，你现在包括俄罗斯这个总理啊普京，他就是可戈勃出身。有不少的一些我们大伙都了解的名人都曾经参与过可戈勃。可戈勃的间谍呢，不光是苏联人，还有其他各个国家的人。就他整个机构这个庞大程度，是我们讲的其他的间谍机构根本无法相提并论。那么可戈勃呢，有2点是和许多的这个间谍机构完全不同。第一个呢，它凌驾于苏联当时各个机构之上，就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这一点就不同于我们看到的，你像以色列摩萨德，他是以色列外交部的，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啊、联邦调查局啊，都没有那么高的地位。那么可戈勃呢，当时在苏联的地位非常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方说很多国家间谍机构，我们刚才讲到那些，基本都是对外，搜集各种情报啊，从事绑架或者暗杀是对外。可是苏联可戈勃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对外厉害，对内同样厉害。苏联国内老百姓对可戈勃也充满恐惧，不光老外怕他，苏联人也怕自己的可戈勃。比方在公共汽车上，说2个苏联人面对面站着呢，突然一个苏联人问另外一个：“你是可戈勃吗？”“啊，我不是啊。”“你家有亲戚是可戈勃？”“不是啊。”“你有朋友是可戈勃？”“不是啊。”“你问这干嘛呀？”“那对不起，你踩我脚了，你赶紧拿起来。”你看，如果对方是可戈勃，踩脚就白踩了，就算。这就说明当时苏联人对可戈勃这种恐惧。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就仔细梳理一下
KGB 发展的历史。如果说KGB你要延伸，你会发现呢，在沙皇时代，整个俄罗斯就有发展间谍机关的这样传统。这种传统来自哪儿呢？来自成吉思汗时代。成吉思汗带部队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他的孙子拔都曾经向北打到莫斯科，成立一个金帐汗国。当时把俄罗斯这些大公都想活。那么当时成吉思汗的部队呢，就有个特点，由于他的攻占的地盘特别广大，其他各个民族加盟他部队的人也非常多，但是很难保证这个部队的纯洁性。所以成吉思汗部队呢，有大量的特务机构从事侦查、秘密调查。那么后来的俄罗斯沙皇呢，秉承了成吉思汗治理军队的方式，一直保持个庞大的特务机构。到十月革命之前呢，这些特务机构呢干什么呢？主要是俄罗斯国内啊有好多这个革命党势力、反对派势力，那么沙皇呢得用自己的这个秘密警察机构呢来分化瓦解这些革命势力，其中就包括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可是呢，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呢，列宁非常高兴这种做法。什么做法？列宁说了，革命不需要那么多人，只需要少数的人有坚定的意志力跟行动力就够了。正好你不来调查我们、分化我们，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队员从我们这里弄走也可以。而列宁本人也赞同这样的做法。所以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呢，当时这个苏联国内呢有大量的我们说这个沙皇的力量，包括国外的反动势力试图颠覆苏联政权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列宁在1917年呢成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呢简写叫契卡，契科夫的契，卡车的卡，它的全称呢叫全俄罗斯肃清反革命和代工非常委员会。那么这个机构呢，当时呢主要承担的是对付国外的反动势力以及对付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承担这样任务。到后来一点一点的呢，这工作重心呢有一部分呢转到处理内部共产党里边的事，如果要出现了这种分裂，也执行各种各样秘密任务。那当然我们说这个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那次大清洗，就斯大林主导下大清洗。大清洗当时几乎把苏联红军的上层军官都要清洗了，杀了都有4万多名军官。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二战初期苏德交锋的时候，苏联一开始一个劲儿失利的重要原因。另外契卡这个机构呢，本来的强项呢，我们说绑架、暗杀、窃听、收集情报，但它有个弱项，密码的破译很差。为啥？密码破译要求特别专业，可是在清洗过程当中有大量的专业人员，包括一些数学家都被杀掉了。所以当时契卡呢搜集情报能力超强，可是破译密码呢跟英国、美国比，跟德国比要差一大截子。所以这个契卡呢等于早期的任务里边有一多半是罪恶的，就是苏联国内的这种大清洗。那么契卡招募这些人可不仅仅是苏联人，因为你要到外边搞间谍活动得从各个国家招募，你要都是苏联人，这不容易引起人怀疑吗？那么KGB之所以在海外的情报搜集工作能完成的这么成功，一个很重要一点，他有一些忠心耿耿为他服务的外国人。有人说外国人还为你服务，你不就给钱吗？还真不是。你比方说KGB早期历史上这个契卡机构里边有所谓的剑桥5杰，这5个人都是英国人，毕业于剑桥大学。说他们死心塌地的给这个KGB服务是怎么回事？就是人家不是说你在这个英国的情报部门工作了我才去收买你，不是。这5位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呢，KGB机构早就调查他们底细了都属于这个贵族出身，不在乎钱，家有钱。这5个人是激进的青年，信仰共产主义。好，你信仰共产主义跟我们一样，有机会了。于是呢，就在他们青年时代就把这剑桥5杰又洗脑又什么呢就给拿下了。所以等他们走向英国的这情报部门的时候，早已经树立了根深蒂固为KGB服务的概念。所以这个是KGB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呢首先看准了哪个年轻有为的人，
然后觉得你思想上容易和他们接近，就开始策反你。现在我们熟知的不少名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受过克格勃组织的策反，有的是成功的，有的没成功。你比方说，现在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卡梅伦到俄罗斯访问的时候就说过，在1985年的时候呢，他去俄罗斯玩去，就发现有2个英语说的特别流利的俄罗斯人，请他吃饭，又跟着他接待他，然后呢跟他聊天，一聊好几个小时。到后来，卡梅伦才知道，这是试图呢看看他有没有做间谍的潜质啊，能不能将来有出息占据高位啊，或者说他本身是不是能够被我们来给策反。后来卡梅伦说跟他见面了，见了2次，这2个人就不见了。哎，卡梅伦后来很幽默的说，他们可能认为我呀没有间谍那2下子。当然，他要是如果真成了克格勃间谍，后来恐怕很难再当上英国的首相。那么这个是当年没有成功的，有的是已经成功。俄罗斯出了一本书，叫《克格勃的棋局》。这本书里头暴露了好多信息，令我们感到很吃惊。比方说，它里边说到，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瓦兰齐就是克格勃间谍。有人说这不胡说八道吗？人家书里说的有根有据。萨瓦兰齐什么时候当上国际奥委会主席？1980年7月，正是在莫斯科。最后在选举的时候呢，萨瓦兰齐第1轮就获得44票，直接胜出。一直到2001年，萨瓦兰齐卸任，这前后他国际奥委会主席当了21年。这本书里就说，萨瓦兰齐在79年当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时候，就已经被克格勃给弄下来。而且克格勃搁什么跟他交换呢？承诺他，你给我们做情报服务，回过头呢，我呀帮助你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你甭管，我们有我们办法。后来之后，80年7月份当上了吗？据说后来呀，国际奥委会就成了克格勃的间谍窝子了，帮助克格勃做了不少事儿。当然，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这本书我们也不敢肯定，但他说的很有根据。所以我们就说国际奥委会，你看那冠冕堂皇，那背后那些猫腻多了去了，这是。那么不仅仅是像萨姆兰奇这样居于政要高位，还有一些没有到这种高位的人，名人也被弄成了克格勃间谍。在9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位前克格勃特工呢，获取进入了苏联情报部门呢，来整理以前克格勃的档案。结果他意外的发现呢，有位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居然是克格勃。谁呢？海明威。咱们都知道《老人与海》的作者，丧钟为水而鸣的作者。这是1941年的事儿。1941年的时候呢，有人呢拿《丧钟为水而鸣》这本小说给克格勃令看，克格勃一看这小说，对西方世界啊，他有他的看法，甚至有些仇。好，认为你呀，这个海明威有当克格勃间谍潜质，就派人跟海明威联络。据说海明威还真答应了，给他起个代号叫阿尔格。可是呢，过了1年，海明威这1年啥也没干，然后跟可波上头说，我没有当间谍的天分，我给你们保密，我不干了。海明威就退出了。最有意思的是2008年呢，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公布了一份档案，当时他们在海外呢有1-2万间谍，而这里边呢，海明威爷俩，他和他儿子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也就是说，海明威不仅是间谍，还是双面间谍。你看，所以我们说可格勃呀，这种渗透的能力是第一流的。那么可格勃呢，这个名字正式呢是在1954年3月份改过来的，由契卡当时最早的头目很有名的吉尔任斯基。到了可格勃的时候，这是54年3月份把它变成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克格勃仨字，是54年正式有这名号的。那么那个时候呢，进入了冷战阶段，等于就是可格勃呢，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抗美国中央情报局跟联邦调查局。那么冷战阶段呢，克格勃干了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你比方说，在60年代，他从西德居然能偷走一个3米长、70多公斤重的响尾蛇导弹。
在60年代还有一件事震惊世界，美国有一种叫 U-2空中飞行侦察机，这种侦察机呢，能在苏联的地面防空导弹打不到的位置那个高度飞行，然后从那个角度侦察苏联国土情况，令苏联很头疼。苏联当时的技术呢达不到，打不下来这飞机，怎么办呢？他派出可格勃特工，在这种飞机的这个高度计上做了点手脚。结果这个飞行员飞的过程当中呢，一看高度计，以为还是那个高度，苏联打不着呢，没想到其实已经是低空飞行了，结果一下给击落了。哎，当时美国人很恼怒，哎，没办法。等到后来呢，这个苏联呢比较多的掠夺一些经济情报，因为它的经济跟西方国家比是落后的。后来有人调查说，他每天得到的情报，假如是一张一张纸那么打印的话，每天都能打印一集装箱。你就说可格勃这能耐得有多大了？而且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呢，你要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有什么特别行动，恐怕得借助找海豹突击队，找特种兵部队。但是苏联可格勃自己就有特种兵部队，他自己的部队名字叫阿尔法部队。前面我说了，在这个79年圣诞节的时候，苏联不跟阿富汗打仗吗？进军阿富汗，他就用的阿尔法部队直接空降到阿富汗总统府，把阿富汗总统打成筛子眼儿给弄出来啊！他这支部队在海外组织这些活动很少失手，一点不比美国那个海豹突击队要差。当然，像这样一个机构，还有绝对忠实上级，有时候上级的好恶也决定他的成败与否。你比方二战期间之前那段时间，可格勃派出的间谍呢，早已经都了解到了，就说这个希特勒呀要对苏联动手。可是这样的情报呢，斯大林不爱听。斯大林总觉得，那你这情报是英国人散布的，就试图给我们压力。结果真打起来了，差点弄个措手不及。就说有的时候再高明的情报机构，你也得需要一个睿智的上司来集中处理这些情报。那么可格勃这些人呢，搞情报呢，给我们感觉说他神通广大，是不是也跟007似的？不是，可格勃的情报人员呢，搜集情报、整理情报，更多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就是那些打打杀杀事，可格勃不是不会，用的少，因为你毕竟不是到哪都能用这些，但是搜集分析情报的能力非常关键。你看，在这个咱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可格勃间谍在中国活动，但是没弄起啥。不是咱们那这保卫工作做得很严实，所谓的可格勃间谍只能是东方面孔，就收买咱们这边的人，然后赶到晚上溜达大街上看看大字报，看看人民日报里的一些文章，来揣测中国一些政治动向，基本什么有价值情报都没捞到。所以就是加强内部保卫，这一点是对付可格勃很好的办法。以前冷战之前那段，可格勃就很成功对美国，因为说美国当时几乎不设防，没有这个意识。在二战以后进入冷战了，美国的这方面能耐才上来。所以那个时期可格勃基本是天下无敌。到后来呢，美国中央情报局跟可格勃对立，冷战时期隐蔽战线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可格勃也略占上风。可格勃有一点世界范围称道，就是别人都没有的，他有大量长得非常漂亮、非常迷人的俄罗斯女郎，干嘛做色情间谍？这个色情间谍审查是特别严格的，政治上得绝对没有问题，绝对忠实于苏联，然后给送到间谍学校学习各种技巧，包括怎么勾引男人呢，包括上床啊这些事儿。苏联的色情间谍呢被简称2个字叫燕子。这个色情间谍不像大家想象的单枪匹马出去勾引这个勾引那个，不都是那个样子。这里边还有不少呢，在苏联的一些外事活动场合，你比方说它比较开放一点，有些妓女，这些妓女往往都有这个间谍的使命。哎，你在这儿你给我弄点情报，回头警察也不管你，你卖淫随便的，这是一种交换。那么正式的这种燕子呢，都主要干什么用呢？他很少单枪匹马出，而是两两配对，跟其他间谍人员扮成夫妇。这样的话呢，2个人都可以为这个可格勃服务，而且不会招人怀疑。你带自个儿老婆不方便，你总不能让自个儿老婆出去，说你跟谁上床交换个情报吗？那你这心里怎么想？所以燕子当时呢，主要是配合这个。另外呢，执行一些这个性方面的讹诈，哎，就说我这个跟你上床怎么的，然后拿这个敲诈你。
这种事情可克伯干的是比较多的。那么不光是这方面，也有利用男色。苏联原先有个叫伊尔诺夫上校嘛，在这个英国认识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叫克里斯蒂娜。这克里斯蒂娜几乎跟英国议会的一半以上议员都上过床，那有名的交际花。结果这伊尔诺夫上校就把他拿下了，通过他获得了大量这个当时英国的情报。后来这伊尔诺夫上校回国之后呢，写了一本书叫《裸体间谍》。结果他老婆看着了，好啊，你跟他还外边还有一腿呢，跟他离婚了。当然这些招法不一定都好使，有时候也失误。咱们以前我记得在其他节目里我讲过这个，就说这个当初印尼的总统苏加诺到苏联去访问，苏联就想呢用办法收服苏加诺的，让他对抗美国去，跟苏联站在一块儿，就派几个这个科波女间谍勾引他，跟他上床。然后呢，在他住的宾馆安上摄像头，所有这些他们床上的场面都拍下来，弄成录像带给苏加诺看。你看，你要不跟我们站在一条，我们就给你公布。苏加诺乐了，那这算啥事儿啊？这不就你们给我送的礼吗？我来了，你们看我喜欢这几个女孩子，就招待招待我。这录像带你再多复制2盘，我拿回去给我们国家老百姓看看，我们老百姓都得佩服。你看咱总统多厉害啊，多有男子汉魅力。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成了政治上一个笑料。还有一次呢，准备利用其他方式的，比方说法国驻苏联大使馆，这个大使呢是个同性恋，就看上了这块有一个苏联的一个外交官参赞助理，结果当时呢就利用这个呢，利用男色勾引他，同性恋嘛，也拍了录像了，说你这要不跟我们一条心，就把这袋子传给你的祖国，让大伙看看。这法国人乐了，说你传吧，我们法国人浪漫，我们上级都知道我是同性恋，这有什么呀？这是人之所大，欲存焉，你怕什么呢？所以就说有时候科格勃呀，他这种性讹诈的方式，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好使，也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那么我们说到了1991年呢，叶利钦上台，苏联解体，把整个的这个可格勃大卸八块，分成4个局。但是有一个局呢，叫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依然肩负着以前克格勃同样的使命，但是出于经费和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他已经再难负当年克格勃的威风。但是2004年呢，当普京全面掌权以后呢，把当时契卡的头目他的老前辈吉尔瑞斯基的雕像本来都拆除了，又重新竖起来了。而且普京本人呢，由于是可克勃出身，他对这方面非常重视。因为普京当年在从事可克勃的时候呢，有非常出色的成绩，而且那个时候可克勃人员就认为他不仅能当好可克勃，同时还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因为当时85年的时候呢，把这个普京呢派到了这个民主德国。民主德国当时有城市德累斯顿，德累斯顿里边有可克勃的办事机构。但是89年的时候，柏林墙拆除之前呢，整个这个东德乱七八糟，老百姓上街游行，冲击政府大楼，抱怨苏联对这个东德的控制。当时就要冲击德累斯顿这可克勃办事处。普京当时呢很冷静，就站出来给大伙解释问题。结果这些就要打砸抢的这些人，你院里为什么有东德牌号车？完了，普京说这是我们跟东德关系好，东德允许我们使用东德牌照的车。当时有的人又骂又什么，说你干嘛呢？我就是个翻译。当时现场是咱不说花言巧语吧，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威胁恫吓，一会儿花言巧语，把现场稳住了。这时候上峰来了命令，可以用武力，就是真闯咱真得打。这时候普京声色俱厉的，我们要捍卫我们领土，谁敢进来，对不起，我们苏联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围攻这些人一看，好汉不吃眼前亏吧，一点点就散了。就是可克勃，当时普京在做可克勃的时候，在海外工作的时候，不仅展现了他可克勃的这种硬气，同时一看政治上也很有手腕，表现很不错。所以普京到现在都说，我一辈子都以曾经当过可克勃为荣耀。所以普京控制局面以后呢，应该说对于这个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来讲是个利好的消息。但是呢，经过苏联的这种政治巨变之后呢，他这种对外情报的机构，我们看
部分的得到了加强。尤其现在呢，世界范围之内呢，俄罗斯作为金砖4国之一呢，也试图在国际市场上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难免呢，除了政治情报以外呢，还要在经济情报各个方面和美国呀、其他西方国家呀一争熊掌。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支持下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能不能再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像当年冷战时期那样形成对抗？咱们接着往下看，拭目以待，看看这个普京他作为克格勃的一种杰出代表，他管理之下的俄罗斯还会不会再出一个精锐的克格勃？